半岛局势一触即发，布林肯却在幻想中国自断一臂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自从美国在不久前将战略核潜艇停靠在韩国富山港之后，整个半岛形势随之动荡。40多年以来，美国第一次在半岛地区部署了核武器，无疑是对整个东亚地区地缘稳定的最直接挑动。而在朝鲜先后发射4枚导弹之后，布林肯态度大变，甚至向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要求。综合韩联社、南华早报的消息显示，朝鲜针对美军核潜艇进驻韩国富山一事，先后发射了4枚导弹。作为回应，头一次是7月19号，朝鲜方面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。第二次是在7月22号，同样是2枚短程弹道导弹。这件事情引发了韩国舆论的恐慌。很明显，自从北边的兄弟有了核武器和相应投射能力之后，韩国是真的怕对面突然袭击一下怎么办呢？也不知道是为了安抚受到惊吓的韩国，还是因为之前在中国的防卫中没有捞到丝毫一点好处，回国后的布林肯对华态度大变，就当前走向失控的半岛形势向中国警告，威胁中国必须给朝鲜搞无核化，否则美国就要加强和韩日的防务水平。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布林肯这个无理的威胁完全是在白日做梦。为了收拢对华包围圈，美国这几年一直在加强日韩之间的防务水平，就不说卖军事装备了，光是强迫韩国政府否认历史，向日本低头，搞出美日韩军事同盟，就已经能看出其目的性。哪怕没有朝鲜这件事情，美日韩的军事同盟也依旧会搞出来。而且半岛局势完全就是美国挑起来的，战略核潜艇也是美国主动停靠韩国的。现在转过头来还要让中国去搞什么平壤无核化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在此前的节目中我就提到过，中俄朝3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战略默契，构建了东亚3角防御战线。未来如果被迫反击，主战场大概率会选择在哪里呢？当然会选择在日本。韩国地理位置决定了要迟早是关门打狗的命。当年中国是海上力量不足，没有办法阻止美军登陆半岛，而如今美国军事力量虽然总体很大，但是能够到东亚的力量却少得可怜，所以中俄是完全有能力封锁住美军在半岛的登陆。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因素，中俄主动将战场放在日本，美国也没有回避的办法。在这个战略框架里边，朝鲜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，一方面对韩国的作战，另一方面作为跳板对日本主战场的支援，比如机场、雷达、导弹之类。布林肯威胁要中国去给平壤搞什么无核化，那就是在幻想中国会干自断一臂的事情，简直是很离谱。当然了，中国的总体政策还是促进半岛和平和无核化的，但就当下的局势来看，这事恐怕不好办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反映出当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焦虑情绪。实际上，这次基辛格来北京，中国把态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就是2个不可能。美国不可能阻挡中国的发展道路，美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制度。因此，布林肯的幻想不可能得到实现，他的想法只能是白日做梦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